父亲，这最后一口水您自己喝了吧。婉儿身子骨健，这一路上已经拖累父亲太多了。若是婉儿渴死在这黄沙里，只求父亲能给婉儿留一张草席。胡说什么？你自幼体弱，这流放之路你受的苦最多。喝！你是顾家的女儿，为父就算豁出这条老命，也不能看着你渴死。不，婉儿不喝。父亲若是不喝，婉儿宁愿现在就撞死在这枯树上。小满，拿铁锹。大小姐，您要铁锹做什么？去那崖壁底下挖，往下走3尺，有水。姑娘，你是不是脑子发癔症了？你瞪大你的眼睛看看，那崖壁干得连条土鳖都活不下去，你是想拉着大家一起死吗？败家玩意儿！三叔息怒，三叔，您别怪妹妹，妹妹自幼是嫡女，哪里懂得这些粗活，她定是渴得很了，这才胡言乱语。妹妹，不要再瞎折腾了，三叔护着我们已经丢了半条命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体谅长辈？娇生惯养的丧门星，我今天非……姐姐说的对，姐姐教训的是，三叔身子骨金贵，是咱们全家的顶梁柱，自然不能白流汗。不如这样，今日三叔动这一锹，若妹妹我找不到水，我这顾家嫡女的身份，连同项上这颗人头，随三叔处置，就当给全家谢罪，如何？大小姐，不可！姐姐，你刚才不是最疼三叔吗？如今妹妹连命都押上了，你便替妹妹做个见证吧，免得一会儿水出来了，有人眼皮子浅，还要赖账。妹妹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少废话！好，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水呢？你找的水呢？水呢？发疯的孽障！你还嫌顾家不够惨吗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逆女给我捆起来！别碰我家小姐！动家法，免得她再妖言惑众，坏了我顾家最后的人心。妹妹，你就认错吧，这崖壁下全是死石，哪里有水？你千不该万不该拿全族的命开玩笑，你赶紧认错，姐姐拼了命也会保下你的。认错？姐姐读了那么多的女诫，怎么唯独连这点地理的常识都不懂啊？死到临头，你还在胡言乱语什么？看清楚了，这地上的枯草叫铁线刺，它地表的叶子虽然枯死，但地下的根系却能扎进去足足3丈深。姐姐别急着哭丧，说明水不在表层，而在倾斜的岩层夹缝里。一派胡言！这石头硬像铁，三叔拼尽全力都砸不开，难不成你这个弱女子能把山劈开？劈山何须那么费力？三叔，砸石头靠的不是蛮力，是脑子。破！是你，是你！活了！顾家有救了！姐姐，看清楚了吗？你读的那些女德，在这片黄土上可挤不出一滴水来。退后！全部退后！清的，是清水。慢着！三叔，父亲还没喝呢，这头一口水理应由父亲先用。父亲，婉儿刚才未能替父亲分忧，实在该死。这头一口水，婉儿亲自为您舀来了，您快润润嗓子。我的水！姐姐，你当心些呀！你居然敢踩我！父亲，您千万别怪姐姐，姐姐这也是为了您好。
他把我的救命水打翻了，还是为我好。父亲有所不知，这地下暗河憋了上百年，那头一口水里沉淀了大量的毒碱和沙石，不是喝去必定会烧坏肠胃，上腹吐下泻。姐姐一定是早知道这水里有毒碱，想抢在父亲前面以身试毒。妹妹好生佩服姐姐的孝心啊！无知蠢货，你为了自己邀功，连这等生的水也敢往我嘴里送！父亲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滚一边去！规矩很简单，负责挖坑修造每立壶净水，负责洗衣做饭的半壶。至于那些嫌脏嫌累的废物，只配喝沉淀下来的泥浆底子。大小姐出事了！奴婢刚才去查点港粮，发现藏在牛车下的半袋粟米全都不见了，丢了，是家贼。奴婢顺下落的米缸找过去，那脚印直直的指着二小姐的帐篷。蠢货，他倒是自己把刀递上来。大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再往里走，可就是野狼的肚皮了。找吃的，这叫地龙蛋，淀粉含量极高，烤熟了比粟米还要顶饿。不仅能吃，咱们还要把它种满整个黄沙里。父亲，三思叔，粮食有着落了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石头不像石头，泥巴不像泥的。妹妹，你莫不是疯了？这等丑陋的毒物，连外面的野猪吃了都要吐出来，你居然拿这等猪食来糊弄父亲和全族！灵儿，这东西真能当粮食？姐姐既然嫌弃这是猪食，那咱们再打个赌如何？你若认定这是毒物，便当着父亲的面把这份字据签了。签就签，我顾婉就算是饿死，也绝不碰你这猪食一口。姐姐就等着看你怎么吃这顿猪食大餐。那个戴着灰色发带的女孩过来把地龙蛋切块留种。三叔，召集所有人，带上铁锹和筐子下地。大小姐要去翻土了吗？不翻土，从今天起，全家上下全部去河床捡碎石子，铺把那些咱们的田里，铺满3寸厚，少1分都不行。铺石头，这芽还能长出来吗？那不全给压死了？父亲您听听，妹妹她是不是真的疯了？好好的地不翻，非要去搬石头铺田，这是把全族往死路上逼吗？哟，京城来的肥羊，这水挺甜呐。交出所有的粮食和女人，大爷我大发慈悲，留你们一口水喝。三叔，退下。肥羊，你们不妨回头看看这黄沙岭的地形。小满，点火！不加而劳，接近！大哥，不好，他们有埋伏！这水你们可以喝，但命得留下。想进谷的，往前走半步试试。撤！点子扎手！灵儿，多亏了你这空城计呀，否则我顾家今日必定灭门。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。父亲，三叔，刚才那只是一小股探子，他们退了，但刘明的大部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片水源和营地太扎眼了，今天日落之前，必须用后山的碎石把进谷的路和水潭周围全部伪装起来，同时用石头铺满荒地。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种下粮食，熬过接下来的死局。大小姐，伪装营地我懂，可你非要把石头铺进地里，这不是毁地吗？你这法子哪本楼书上写过？石头又硬又冷，压在上面，庄稼怎么可能长得出来？三叔，您喝过盖碗茶吗？啥？热水倒进茶碗，如果不盖盖子，这热气和水分是不是不一会儿就跑光了？那自然，西北风一吹就干了。这块地就是没有盖子的茶碗，白天天上的大太阳一晒，地里的那点水分全被蒸发了，种子还没发芽就成了死壳。但如果我们铺上一层3寸厚的碎石头呢？这石头就是大地的盖碗。第一，白天日头再毒，晒热的只是石头表面，底下的泥土被石头护着，水分一丝一毫都跑不掉，这叫保温保水。第二，西北昼夜温差极大，到了晚上，这石头吸了冷风，凉得透骨，空气里的水汽遇到冰凉的石头，就会凝结成水珠，顺着石头缝一滴一滴地流进土里。就算老天爷不下一滴雨，这层石头也能自己从风里冲挤出水来喂庄稼。最后一条，第三，石头重，压在上面，杂草根本钻不出来，所有的地里全都能用来养网咱们的地龙蛋。
石头，大地的盖碗，从风里挤出水来，神仙法子，这真的是神仙法子啊！顾家所有能喘气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，去搬石头！大小姐说铺3寸，少1分，老子打断她的腿！真是一群被顾宁洗了心的蠢货！搬石头种地，等你们累死了，我也姐去县城享福了。水！哎呀，姐姐，你这嘴是怎么了？怎么肿得连话都说不出了？莫不是在这帐篷里偷吃了什么不干净的毒虫？姐姐，营地里的口粮昨晚被贼偷了，父亲正在发怒，要全营搜查。你说，如果父亲进来，看到姐姐这张贪吃的嘴和这满地的粟米，这顾家还有没有姐姐的活路了？吃亏是福，姐姐这几天就好好闭上这张嘴，在帐篷里反省吧。那外面的苦活儿就不劳烦您了。大小姐，您看天上，旱魃出世，哭云罩顶，这是10年一遇的连宿大旱呐！那个疯子居然真让全家人去陪他搬石头种地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父亲，您快润润嗓子吧，看您这几日头发都愁白了，婉儿伺候在侧，心里真如刀割一般。还是你孝顺，宁儿这些日子整天泡在那些乱石堆里，连个请安的面都不露，真是不像话。父亲，您可千万别怪妹妹，妹妹自幼心高气傲，如今流放吃了苦，总想着弄出点动静来让您高看一眼。可她到底是个没下过地的娇小姐，那沙田法听着玄乎，可您瞧瞧，这都半个月了，那地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连根杂草都没长出来。父亲，咱们顾家所剩的粮食最多还能撑3天，妹妹疯了，难不成咱们全家要陪着她在这儿等死吗？翻过西边那座大沙丘，走上半日就是县城，咱们不如带上防身的银钱，扔下妹妹和这些累赘，趁夜走吧。可宁儿她……父亲，妹妹如今连您的话都不听了，再待下去，那粮一光，流民探子再杀回来，咱们可就走不了了。婉儿昨日已经把您的衣服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只要带上族里仅剩的那几两官银，咱们去了县城。好，依你所言，今晚2更，咱们悄悄走。姐姐起得挺早，这包袱收拾的也挺利落啊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顾宁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还给我！姐姐走便走，怎么还把父亲一次的棺材本也装进包袱里了？这要是半路上丢了，难不成姐姐准备让年过半百的父亲去一路上要饭，来供养姐在城里的精致娇贵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父亲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替您保管。够了，无耻逆女！老夫险些被你这个自私自利的畜生给骗了。你口口声声为了老夫，原来是想偷光全族的保命钱，去县城自己享福。不好了，家主大小姐出大戏了呀！出大戏了，快去看啊！出大戏了！完了，难不成是那沙田全毁了？地毁了！哭什么？去看看。宁儿，等等为父。顾宁，你别得意，地毁了，我看你这个嫡女还能狂到什么时候？大小姐，您瞧，您快瞧啊！
真的长出来了！老天爷啊，这石头底下真能长出猪粮食了，我们不用饿死了！大小姐，我顾铁山是个秃人，有眼无珠，前几日还编排您发疯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从今天起，我这条命就是大小姐的，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谁要是再敢质疑易小姐，老子生撕了他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石头里怎么会种出庄稼？他到底使了什么妖术？三叔，起来吧。大小姐，庄稼都长出来了，您怎么瞧着不高兴啊？三叔，你瞪大眼睛看看，方圆30里，除了咱们黄沙岭，还有一丝绿色吗？那怎么办？从今天晚上起，全保所有15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取消休沐，轮流守夜，带上铁锹和砍刀，去后山深谷，把所有带毒带倒刺的荆棘全部砍下来，在沙田外围给本堡主筑起3道密不透风的防线，谁敢偷懒剥夺口粮，这抹绿色是咱们的活路，也是引来恶狼的诱饵。想要守住粮食，就拿命来填。小满，去告诉三叔，把各家各户的草木灰都收集起来，还有在营地后面挖2个深坑，把沱好的夜来香和草木灰按3比1的比例混匀。这几日傍晚，沿着沙田边缘下济肥。哎呦，嫂嫂、妹妹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闲杂事啊？咱们好歹也是顾家的体面女眷，在京城时何曾受过这种熏天臭气的折磨？也就是我那个疯妹妹，仗着自己弄出点苗头，就变着法儿的作践咱们。唉，这头里的活计本就该让那些粗使下人去干，怎能脏了你们的手？不如大家都放下活计，随我去见父亲。父亲素来最心疼咱们这些女眷，定不会让顾宁如此胡来的。姐姐说的这是哪里话？姐姐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自幼便是养在温室里的娇花，这等熏天的臭气，连妹妹我都觉得刺鼻，怎忍心让姐姐碰这些肮糟物？父亲，您看姐姐这娇弱的身子，若是真被粪肥熏坏了，妹妹可担待不起。不如这样，营地后山有一处背风的浅沟，专门用来清洗全族的马桶，那地方通风好，干净避人，又不必闻着沤肥的恶臭。不如就让姐姐去那里尽孝吧，也是省得这一贴地俗气污了姐姐仙气。您觉得如何？顾宁，你居然让我去刷马桶！我可是顾家的二小姐。姐姐刚才不是说这沤肥太作践人吗？妹妹给你找了个不作践人的活儿，姐姐怎么还不乐意了？父亲，您看的！混账东西，还嫌自己不够丢人现眼吗？全族上下都在为一口吃食拼命，就你金贵。宁儿的安排甚好，从今天起，全营地的马桶都归你洗。若是洗不干净，今天的泥水你也别喝了。顾宁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这样作践我！你不让我好过，大家就一起死吧！疯子，我让你中！我今天就把你这神仙法子剪成秃毛鸡！救命啊！杀人啊！有贼！敌袭！这二小姐，你半夜拿把剪刀来地里做啥？三叔，救我！我是不小心路过的。路过，姐姐真是好兴致。半夜不睡觉，手里还拿着剪刀，吊在这老树上，原来是来替妹妹看地的。顾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故意设陷阱害我！姐姐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这荆棘和绊索是为了防那些偷粮的贼人野狼的。姐姐若不是做贼心虚，半夜越过防线，怎会触动这机关？在这大旱之年，毁苗断粮，等同于杀人父母。姐姐这一剪刀下去，是要断了咱们顾家百口人的活路啊！家主，
这种恶毒的女人留不得。对，打死她，差点毁了我们的命根。我错了，求我放我下来。姐姐既然这么喜欢这片地，这份苦劳做妹妹的记下了。三叔，让姐姐在上面多吊2个时辰，吹吹风清醒一下。明儿一早放下来，赏她多刷10个马桶。谁敢提前放，明天断水。死了，全死了！你们看啊，顾宁的妖法破了，他种的那些蛛石全旱死了。这是天谴，是老天爷在惩罚他的狂妄。顾宁，你这个丧门星，你要把全家都害死了！宁儿，这怎么全死了？小满，别让姐姐等急了。挖！这地底下全是粮食，真的是粮食，这么多！天老爷呀，原来他们没死，他们全长在地下呢。真能吃，不仅没毒，还顶饱的很呢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石头缝里怎么能长出几千斤粮食？这不是真的。姐姐，好看吗？偏浅。妹妹我今儿是没瞧见，不过姐姐几个月前亲自按了血手印的字据，是不是该兑现了？白纸黑字，姐姐既然自诩高洁，认定这地下的神物是野猪都不吃的猪食，那从今天起，这猪食你便一口也别想碰，少1分便是7天旷地，要遭天打雷劈的。妹妹，我那是无心之失，我也是为了全族着想。妹妹开恩，我儿知错了，分我一口吧，哪怕是皮也行啊！带下去。来人，把咱们营子里最大的铁锅支起来，饮泉水，劈干柴。今天晚上全族上下敞开了吃，每人至少分3个大蛋。至于二小姐，找2个护卫看着她。姐姐尊贵，一根袍帽都不能沾了这俗气的猪食。今晚大家吃肉喝汤，姐姐在旁边看着就行。顾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宁儿，为父无能，在京城时，为父古板治家，险些害了你。流放路上，为父又偏听偏信，毫无家主之决断。若非有你找水抗旱，种出这逆天的口粮，我顾家上下100口人早已化作这荒原上的累累白骨。今日当着顾家列祖列宗的面，当着全族老小的面，为父将这张老脸剥下来，把这顾家家主之位正式交托于你，请家主救我顾家。请大小姐接印，掌管顾家。请家主带兄弟们活下去。好，这位顾家，本家主扛了。家主，这金青花虽然长得好看，里面的籽儿炒着吃也香，可它不能当主食啊，吃多了还容易口干上火。您让咱们费那么大劲种这么多，有啥用啊？榨油。榨油？三叔，带上营子里所有的壮拉力，去后山深谷，把最粗的3棵百年铁木砍回来，按照这图纸上的尺寸，1寸都不许差。给我把这个重力杠铃榨油机打出来，我要让咱们顾家流出西北荒原上的第1滴液体黄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一疯子能当家主？父亲老糊涂了，三叔也瞎了眼，我才是顾家最应该享福的女儿。只要我偷走这物质，再拿上几斤粮食，一路往东逃到县城，把这图纸卖给县太爷，县太爷一定会赏我大笔银子。
全抓！谁？放开我！有贼啊！嘘，二小姐，小声点，别吵着家主休息。小满，你这个贱婢，快把我放开！我只是晚上睡不着，出来散散步。散步带着存粮和机密图纸。二小姐，您这散步的行头可真够贵重的。家主早就料到你会狗急跳墙，让奴婢在这守株待兔呢。顾宁，是顾宁让你来的，我要见父亲，放开我！把他的嘴堵上，就吊在村口，等明天天亮，听候家主发落。家主，准备就绪了。砸！父亲，救命啊！父亲，宁儿他要杀我，是那些护卫冤枉我，把图纸和粮食塞到怀里的。宁儿，你看这婉儿虽然糊涂，但毕竟没酿成大错，要不打二世手心，禁足便是了。到底是你亲姐姐。父亲，偷盗全族救命的存粮是断绝族人路，盗窃榨油机核心图纸企图告命是通敌卖族。按照您老人家定的顾家家法，这2条哪一条不够他死800回的？顾宁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就是嫉妒父亲疼我，想借机除掉我。我不杀你，我的刀不沾废物的血，但顾家绝不养吃里扒外的毒蛇。拿户籍政策来，从今日起，必夺顾婉顾家二小姐的身份从族谱中剔除，剥夺一切口粮进水配额，发配去最北边的采石工棚，和那些犯了错的男丁一起干最苦的重活，生死由命，任何人不得接济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顾家嫡系的女儿。父亲，你说话呀！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作践我吗？父亲若是心疼顾婉，不忍看她受苦，大可以立刻收拾包袱，随他一起去采石工棚同吃同住。作为家主，我绝不拦着您临尽这份慈父之心。父亲，拖下去。三叔，开闸出油。这东西以后就叫液体黄金。大哥，撑不住了，老三他们昨天夜里渴死2个，饿死4个。是黄沙岭的方向。大哥，是那群京城来的飞羊。女人，你太高调调了，这种好东西你吞不下。弟兄们，想吃顿饱饭的，拿上家伙，今晚踏平顾家营地，抢粮夺油，杀！大哥，前头就是那女人的经济防线，上次咱们探子来过，有绊索和通灵。老二，带一组人用皮毛裹住铁锹，去把荆棘剪开一条道，
动作要快，陷阱露头就撤。家主，贼人进套了，最前面的已经摸到荆棘网边上了，扯断了咱们2根暗线。三叔，告诉兄弟们，砸石头靠蛮力，打仗靠风向，抛石机角度上扬15度，满弦放。银币有落实。呸！什么东西？怎么是白的？我的眼睛烧起来了！该死，是石灰灰！别揉眼睛，用衣服擦。起线！啊！不好！顾姑娘好手段，今晚是沈某技不如人，认栽。要杀便杀，要剐便剐。我沈琦在荒原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还不至于吃你这碗嗟来之食。嗟来之食，沈公子，大话人人会说，但肚子骗不了人。你骨气硬，可以不吃，但你回头看看你身后那200个兄弟，再想想你骷髅岗上那几百号快要渴死饿死的孤儿寡母，带着你的兄弟当土匪，在这大干之年3天饿9顿，抢得过就吃1顿饱饭，抢不过就留下一地尸体，最后还要顶着朝廷的通缉，像老鼠一样活在阴沟里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骨气。跟着我干，我顾宁有能从风里挤出水的沙田，有能亩产数千斤的地龙蛋，更有这荒原上独一无二的液体黄金。你出刀，我出粮；你出命，我出水。沈琦，你且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你这条命以及你身后几百号兄弟的活路，到底值不值这1碗热油面？好，说得好。你是个长着羊皮的怪物，这交易成交。从今天起，在大西北，我沈琦手里的刀，听你顾宁调遣，你指哪儿，老子砍哪儿。但记住了，我沈琦是和你合作，不是你的狗，你我的命各由自己。合作愉快。凭什么他能吃热面，我只能在这里洗衣服？顾宁，你以为你找了个帮手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晚节不复。今天早晨，2个流民为了抢1碗热汤，
把咱们顾家一个后生给打了。再这么混吃等死下去，就算咱们地龙蛋堆成山，也迟早被这群恶狼吃空抢光。老子手底下的，老子自己会管。哼，若有再犯，直接砍了喂狼。倒是你们顾家那些连挑水都嫌磨破皮的焦少爷，更像是个等死的累赘。你都闭嘴！沈掉头说的没错，靠蛮力和施舍养不出听话的军队，更建不上坚固的城池。从今天起，黄沙岭取消一切按人头分粮的旧例，不管是顾家的嫡系血亲，还是骷髅港来的流民，想要活命就用这个来换。家主，这是个啥？公分牌，从明日起确立公分制度，不劳动者不得食，全营上下所有活计明码标价。沈教头带队巡逻开荒操练，凡通过考核的黄沙卫，每人每日计5分；去后山采石运土、修筑防线的壮劳力，每人每日计3分；负责洗衣做饭、伺候伤员的女眷和老人，每人每日计1分，1分换一个地龙蛋和半碗清水。每天日落清算，凭公分领粮。手里没有公分牌的，哪怕是父亲，也只能扎紧裤腰带去喝西垒风。那要是有人闹事或者倚老卖老呢？沈教头，你的黄沙卫长着刀子，可不是用来当摆设的。谁敢抢公分，躺着要粮或者煽动罢工。家主放心，老子的刀最喜欢治各种不服。白毛峰，是白毛峰来了！家主，撑不住了，外面的温度太低了，咱们的帐篷和木屋根本挡不住这鬼天气，已经冻伤了30几个兄弟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3天，全营地的人都得变成冰雕。姑娘，荒原上的白毛风能连刮2个月，地表根本建不起能扛住这风势的房子，我们被老天爷逼上绝路了。地表建不起，那就不在地上建。三叔、沈琦，传我第1号特级家主令，召集所有黄沙卫和壮劳力，带上所有的铁锹、钢钎和炸药，放弃地面的所有帐篷，向地下挖，依山凿洞，连环设防。这个冬天，我们要在这黄土大崖里建一座大西北10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地下铁血堡垒。推他！推他！家主真是老天爷派来救我们的活菩萨呀！这女人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沈纠挺进门，连门都不敲了。顾宁，你少在这跟我装神弄鬼！我刚才去下层巡视了一圈，你这哪里是给百姓建的避风港？步步杀机，环环相插，这分明是个只进不出的活人墓！谁要是没图纸敢硬闯进来，别说1000人，就是1万人，连死都不知道死在哪块石头底下。
你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妖魔鬼怪？妖魔鬼怪，沈总教头，我倒觉得这叫未雨绸缪。怎么，在这荒原上杀人不眨眼的狼王，看到几张图纸就怕了？外面的风雪挡得住人，但挡不住贪婪的恶鬼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，不用我教你吧？我要见的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狗屁避风港，而是我顾家在这大西北安身立命、称霸荒原的钢铁要塞。你若怕死，趁早把刀交出来，我这黄沙堡里不收留废物。怕？老子字典里就没这个字。只要你供得起粮，你敢进阎王殿，老子就敢替你当这个判官。堡主，堡主，快来！出事了，去看看。三叔，怎么回事？妖怪！堡主，咱们挖到妖怪的骨头了。刚才一镐头下去，震得我虎口都裂了，还直冒火星子。那石头是红色的，还带着铁腥味儿，肯定是千年的老妖精死在底下了。堡主，您别吓我，是不是撞邪了？撞邪？三叔，这是老天爷在给咱们送开国玉玺呢。沈奇，你手底下那些兄弟用的柴刀，是不是连块硬骨头都砍不断？荒原缺铁，咱们连块好点的金刚护心镜都弄不到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用再拿那些破铜烂铁去拼命了。这不是妖怪的骨头，这是品位极高的高质量褐铁，只要有火有炉子，这整座山都能给咱们变出源源不断的金刚刀剑。三叔，停下所有开凿民居的活儿，去挖耐火泥。沈奇，带人去把咱们种的金葵花杆子全砍了当燃料，我要在这地底下建一座高炉。凭什么你能在天上，我却要在烂泥里？去死吧，死吧，全都去死吧！总教头早就吩咐我们盯着你了，你这毒妇还真敢作妖！堡主，这女人想向我进风口灌水，往高炉里加水。姐姐，你读那么多圣人书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正式钝器爆炸。只要你这袋水倒进去，这炉子瞬间就会炸开，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你自己，都会被几千度的铁水烫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拖出去，外面不是刮白毛风吗？把它扔到高炉外面的废渣区。今天高炉排出的所有滚烫废渣，都由他一个人徒手去清理。清理不完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火候到了，三叔，开炉。试试。有了这东西，
姑娘，只要给我500个装备了这连弩兄弟，我沈琦就能把整个大西北所有的强盗、流民，甚至朝廷那群酒囊饭袋的官兵，全部死死的踩在脚下。你一个小京城的娇小几个年纪，脑子里却装着这种能够灭国的恐怖杀气。姑娘，你告诉老子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可有兴趣？天下太远，我没兴趣。我只要我的黄沙堡，成为谁也碰不得的绝对禁区。在这荒原上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沈教头，我的兵器已经给你了，你的刀够不够快？好，够快！堡主，苏教头，不好了！西边50里外的烽火台燃起了重重黑烟，有大批无名骑兵正朝着咱们黄沙岭疯狂杀来。大哥，查清楚了，那精油和前些日子的神粮都出自黄沙岭一个叫顾家的流放世家。如今那地方建起了一座黄沙堡，里面还收容了骷髅岗沈琦的那几百号残兵败将。顾家，沈琦，我当是什么3头6翼的人物，原来是一个京城来的落难娇小姐，带着一群快饿死的丧家之犬。在这大西北，除了我拓跋宏，谁也不配拥有这种液体黄金。一连地都没下过的世家小姐，不过是运气好碰到了神迹罢了，也敢称宝做主？传我将令，血狼级牵旗出动，随我踏平黄沙堡，把那个顾宁给我活捉回来！老娘要剥了他的细皮嫩肉，让他跪在地上，天天用那双手给老娘洗脚，抢粮夺油，杀为顾家男人！完了，那是血狼旗啊！塞外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呀！家主，咱们降了吧，把地龙弹和榨油机都给他们，说不定还能留下一条活命啊！闭嘴！谁在言降，老子一刀活撕了他！你们在怕什么？回头看看你们身后，这黄沙堡里有让你们和家小在寒冬里吃饱的地龙蛋，有让你们不用冻死的地下暖炕，有你们尊严活着的希望。拓跋宏想要这些东西，想让你们重新变成连狗都不如的撩民奴隶，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对，跟他们拼了！谁抢老子的粮，老子要他的命！黄沙未听令，想要我的城，让拓跋宏拿1000颗脑袋来给本堡主垫脚，拿命来填！杀！拿命来填！
顾宁，你以为你死守城墙就能活吗？大家一起死吧，一起死吧！城墙上带头的那个，就是顾宁琼的顾宁。正是。拓跋大当家带着这么多人，提刀带枪的堵在我黄沙堡门前，有何贵干？顾宁，老娘是个粗人，不跟你绕弯子，把你那亩产数千斤的神粮，还有那液体黄金的榨油秘方乖乖交出来，再让沈琦那头白眼狼跪着出来给老娘磕3个响头，老娘或许还能赏你顾家上下一个起誓。拓跋宏，想要我的东西，拿命来换。既然来了，今天就留下来，给我的金桂花当花肥吧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贱人！全军听令，给老娘合围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！等老娘的内应打开城门，我要把这城里所有的人都拖去做苦役！快点，再快点！顾宁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让你死！我要让全堡的人都给你陪葬！顾大小姐，大雪围城，你这是准备去哪儿给咱们堡主抓药呢？是有贼人把钥匙塞给我的。顾大小姐，堡主早就猜到你这条毒蛇忍不到天亮了。你以为你偷听到的是看守的秘密？这钥匙是堡主前天特意吩咐我吊在你门口的，好玩吗？家主，求您开恩啊！婉儿她到底是你亲姐姐，身上流着和我顾家一模一样的血呀！大雪围城杀了她不急呀，断她2根手指，留她一条贱命吧！若由着他引血狼群入城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你、三叔、小满，还有这全堡上下600条人命，又有谁来给你们留一条活路？我顾宁接掌家主印禊的第1天就说过，黄沙堡容得下废物，但绝容不出背叛种族的叛贼。顾婉通敌卖族，意图引外敌屠杀同胞，按堡规第1条，剥夺其终生口粮净水，体夺人籍，即刻逐出要塞，任其在暴风雪中自生自灭。从今日起，谁若敢再为叛贼求情1个字，便摘了公分牌，随他一起滚出去。家主圣明，杀！救我！该死，内应失败了，那个废物顾婉果然靠不住。传我令，不等了，全军总攻，给老娘踏平黄沙堡！堡主，内忧没了，外患进了咱们的射程了。黄沙卫，满弦放箭！杀！踏平黄沙堡，抢粮夺油！黄沙卫，就是现在！拉弦！该死！该死！这是什么鬼弩箭？都给老娘下马布阵！亲兵卫，开炸药包，给老娘把这该死的土墙打烂！
男的杀光，女的留着。人呢？人都死到哪儿去了？空城计，不好，中计了！撤！快给老娘撤出去！该死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大哥，前面的路被一块大石头堵死了，退路也塌方了，我们被活埋在下面了。都给老娘闭嘴！慌什么？所有人跟紧老娘，走这边！我的眼睛！烫死我了！水，哪里有水啊？姑娘，神奇！你们这两个藏在老鼠洞里的卑鄙小人，有种出来跟老娘单挑！拓跋首领，别挣扎了，省点力气，多活2口气的交情不好吗？对本堡主给你挑的这具活人棺材，可还喜欢？